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參加今天 HSK 4級的考前輔導課，我是嚴老師。最近過得怎麼樣？考試準備的怎麼樣呢？上節課我們說了一些如何做閱讀題的技巧，是不是？好，首先呢，我們來回顧一下，一起想想看，閱讀考什麼呢？對，它有3個方面。第一部分呢，它是一個選詞填空。第2部分是排列順序，第3部分是閱讀理解題。上節課我們主要看的是第1部分選詞填空題怎麼做。閱讀部分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好時間，所以呢，今天我們還是跟大家一起說一說有什麼樣的方法和技巧能夠讓大家比較快地做對題目。一起回想一下，上節課我們說了，在做第1部分選詞填空的時候，應該怎麼做呢？好，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的 PPT 啊。第1步，你可以找什麼？找差不多的意思。什麼意思呢？選項有5個，對吧？每一個選項的意思，你應該要知道。它考的都是大綱的詞彙，所以平時你要多注意一些大綱的詞彙，我們要掌握，最好都要掌握，是不是？所以當你知道這個意思的時候，你再看選項下邊的題目，題目當中句子的前邊或者後邊，也就是我們要填的答案的前邊或後邊，一定會有一些小句子來告訴你是什麼意思，所以在這些短句當中，你可以找一找有差不多意思的詞，那麼你可以鎖定你的選項。比如說，我們看到句子裡告訴你，做事怎麼樣？不要馬虎，要仔細一點。也就是說，你做事不要粗心，對不對？所以馬虎和粗心是什麼呢？對，它們就是意思差不多的一組詞，所以當你在題目當中看到了馬虎的時候，你在選項當中就可以去找哪個詞呀？就可以去找粗心，對不對？相反，你看到了粗心，也可以去找馬虎，非常好。那我們再來看，除了找差不多的意思，你還可以怎麼做呢？對，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什麼呀？分析詞性，給了你5個選項，一起來看一看這5個選項，每個詞它到底是什麼樣的詞呢？是名詞、動詞、形容詞還是副詞呢？是不是？不一樣的詞，為什麼要去分析它們的詞性啊？對，詞不一樣，它在一個句子當中的位置就不一樣，是不是？比如說，我們看一下名詞，名詞一般你會看到它在什麼地方會出現呢？對，的字後邊，哪個的？白勺的。所以注意，當你在題目當中看到了白勺的的時候，你要知道它後邊讓你選的一定是什麼詞啊？一定是名詞，非常好，一定是一個名詞。所以你再返回去看它的選項，5个詞當中只需要找名詞來在這個句子當中做選擇就可以了。那我們再來看一看動詞，動詞有什麼規律呢？其中一個就是要或者會的後邊，它一定是什麼呢？對，它一定是一個動詞。我要去上學，我要去考試，這後邊它一定是一個動詞。那看完詞性，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助大家來很快的選擇答案是什麼呢？第3個，詞的用法。什麼叫詞的用法？很多學生就問了，詞怎麼用呢？很多時候呀，老師會告訴你要多注意什麼？注意他的小夥伴，他經常和哪個詞一起出現呢？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例子，收到和回復。你看到收到，你要想能收到的是什麼？我可以收到，比如說收到一個回復，別人告訴你了，你收到了他的一個回復，還可以收到，比如說禮物，對不對？別人送給你禮物，你也可以收到一個禮物。所以這就是平時我們一定要在做題還有閱讀的時候多注意看一看什麼詞它們一塊兒出現的次數比較多，那這個時候你應該怎麼樣？你應該記下來，是不是？它很可能考題當中就会去考你一些经常在一起的词。做到这里，有的同学問老師我不會，我看不懂怎麼辦？剛剛我們已經說了3個方法，是不是？5個題，你用3個方法，是不是應該能夠做得出來3道題目呢？剩下2道題，如果你還是不会，也不要慌，你用排除法再去看一看，應該選擇哪個選項。用排除法，剩下2個題，如果你都不會，其實也是怎麼樣？2個裡邊選一個詞來對應這個句子，難度它就变怎麼樣？变低了。所以不會的時候千萬不要慌，一開始不會，我們跳過去，先做下面的題目，然後返回來再看看這道題應該是選什麼。最後呢，老師還要強調一點，哪一點啊？選擇完以後我們一定要怎麼樣？要讀一讀這個句子。我們是有很多方法來幫助你做題，但是最後一定要看一看句子的意思通順不通順，是不是啊？他說的对不对？意思你看明白了沒有？你覺得這句話應該這麼說嗎？一定要讀一讀，用你的語感再去做一次判斷。好。這個就是我們在做選詞填空的時候經常會用到的一些小方法和技巧。那麼今天我們說了，第2個非常重要的是什麼呀？是要看詞性。今天我們在這個閱讀課上呢，就跟大家一起來聊一聊2類詞。哪2類呢？第1類是名詞，第2類是動詞。都是非常重要的詞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名詞部分。剛剛說了，說到名詞，你會想到什麼呢？想到了誰？想到了我們的白勺的，是不是？白勺的後邊一定是名詞。光說沒有用，我們得怎麼樣練一練，一起來看一看。老師給大家準備了5個選項。首先呢，我們慢慢的先來看一看這5個選項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們都是一些什麼詞呢？第1個 A 選項 ，A 是什麼？鏡子，非常熟悉，是不是？每天早上，你起床了，洗臉，然後幹嘛？照鏡子，是不是？鏡子第1個很簡單。第2個呢 ，B 選項是密碼，非常好，密碼你也會用吧？每天都會用，現在很方便，你要去用手機就可以付錢了，是不是？付錢的時候你需要輸什麼？輸密碼。好，我們再來看一看 C 選項。一個很特殊的詞，只有1個字，偏。偏是什麼呀？是一個量詞，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詞，量詞。我們也說過，量詞用在数詞和名詞之間。一篇什麼？一篇文章，一篇報道，對不對？ D 選項呢？堅持。堅持是什麼意思啊？非常好，堅持就是我下定決心了，我計劃這個月從1號到30號我都要不吃晚飯，我要減肥。你1號這麼做了
2號這麼做了，3號你說，哎呀，我很餓呀，我很想吃，但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怎麼樣？你一定要堅持不吃晚飯，堅持，這就是堅持的用法。一般呢，我們說堅持啊，它是個動詞，它後邊呢，因為是你要一直做下去的一個動作，对不对？所以它後邊經常也會加動詞，或者是整個描述動作的動詞短語。比如說你減肥，除了不吃晚飯，還要做什麼呀？還要鍛鍊，今天跑步，明天游泳，每天都要堅持鍛鍊，非常好。堅持鍛鍊，還要堅持。你現在在幹什麼？我們在聽課，是不是啊？為了準備考試，我們要堅持學習，堅持聽課，這是第2個。第3個呢？聽課的同學一定都很喜歡漢語吧？所以老師希望你們可以堅持學漢語，這是堅持的用法。我們再看下一個選項，告訴老師怎麼讀。它讀什麼？讀陪，非常好。陪是什麼意思呀？今天呢，你身體不舒服，你想去醫院，但是你又不想一個人去，所以你找了你的好朋友，讓他陪着你，和你一起去醫院，这個就是陪的意思。我們看看陪一般怎麼用呢？一般來說呢，陪後邊它一定是一個什麼呀？是個人。比如說陪着你去做什麼？陪着老師去做什麼？陪着這個人去做什麼，对不對？做什麼它就是一個動詞啦，動詞短語來告訴別人你們一起去做了什麼。看幾個例子吧。剛剛說，老師不舒服，不想一個人去，所以請你陪我去醫院，這是第1個。第2個例子一起讀一讀。陪朋友參加考試，下周你要參加 HSK 的考試了，有點緊張，希望有個同學，有個朋友和你一起去，這樣你會感覺我可以放鬆一點，他可以給我加油，他可以怎麼樣？可以陪你去考試，他就是陪着朋友去參加考試了。第3個呢？媽媽喜歡鍛鍊身體，退休了，但是又不想一個人去，告訴你鍛鍊身體很重要，走，陪媽媽鍛鍊身體。這個是陪的第3個例子。來，我們看完了 A、B、C、D、E， 最後看一看最後一個是什麼呀？成熟，非常好。成熟一般來說可以怎麼用呢？比如說一顆蘋果，現在在樹上是非常非常紅，一看呢，它就怎麼樣啊？成熟了，這是一個動詞，證明它熟了，是不是？第2個，你也可以說一個人，他很成熟，他不是一個什麼呀？不是小孩子，不耍小孩子脾氣，我們可以說這個人很成熟。好，這就是這麼幾個選項。看完了選項，我們一起來做一道題目。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來看一看這個題目。好，你們一邊看，老師一邊給大家讀一讀。怎麼辦呢？我忘記這張銀行卡的了。你們倆有什麼辦法？怎麼辦？着急了，忘什麼啦？忘了銀行卡的，哪個的出現了呀？白勺的，是不是？看到白勺的，你想到什麼啦？對，它後邊一定是一個名詞。好，我們剛剛也看了這幾個選項，哪個是名詞呢？告訴老師，哪個是？有幾個啊？對，在我們的選項當中有2個是名詞。第1個鏡子，
第二個密碼，再看一看還給你什麼提示了？銀行卡，非常好，銀行卡，對吧？你要用銀行卡，你需要輸入什麼？輸入當然是密碼了。你拿着鏡子去照銀行卡，你取不出來錢，是不是？所以呀，你需要的是密碼。所以我們看看這個題的選項，讀一讀，怎麼辦呢？我忘記這張銀行卡的密碼了。哎，你們倆有什麼辦法？通不通？哎，沒有問題，答案一定是什麼呀？一定是密碼。所以在這個題目當中，你看到了白勺的，是不是？看到白勺的，你想到了名詞，想到了名詞，你只需要在 A 和 B 当中選擇一個就可以了，是不是做題的速度就快了呢？非常好，我們接着看下一個。名詞呀，還有一個用法，那就是在它後邊你可以加副詞和形容詞。相信到這兒啊，有的同學又該說了，老師啊，副詞、形容詞我分不清啊，怎麼辦？哎，想一個句子，你們在學漢語的時候學過非常簡單的句子，問你今天天氣怎麼樣，你會告訴我，哎，今天怎麼樣啊？天氣很好，4個字，是不是？天氣一個名詞，很一個副詞，哎，好一個形容詞，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句子。其實啊，你一開始就會了，只不過後來啊，你學習學的越多，你知道的副詞和形容詞越多，這個時候啊，你就需要多注意一下，看一看他們都是怎麼說的。從天氣開始，老師剛剛說了，天氣很好，這是一個，還可以說什麼呢？對，天氣不熱，哎，秋天了，氣溫不高了，我們說天氣就不熱了，是不是啊？還有呢，質量，哎，這也是一個大綱詞，質量怎麼樣？買東西的時候啊，一定希望這個東西用的時間長一點，就說明它的質量要好一點。它可以用的時間長，它的質量就不錯。哎，非常好，質量不錯。接着看性格。哎呀，一說到性格啊，老師就想說，你們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他长得漂亮不漂亮，有沒有錢，帥不帥，最重要的是什麼啊？性格好不好，對吧？一定要找性格很好的人。再看下一個情況。哎，有朋友住院了，你非常擔心他。你去問醫生，哎，醫生，我朋友的情況怎麼樣？最害怕聽到的是什麼啊？情況不太好，是不是？當然，老師只是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希望你們學會這個表達啊，不要亂想哦。再看最後一個溫度，溫度是什麼？熱，溫度高。冷，溫度低，是不是？溫度 temperature 非常好，溫度很高而溫度很低，這也是一個名詞加副詞再加形容詞的表達。看起來是一個句型，其實大家已經都學過了，老師只不過是告訴你們它到底是什麼。那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個練習，哎，一起來練一練，好不好？讀一讀這幾個選項。第一個，我們說過質量，對吧？質量是一個名詞。第二個呢，最好，哎，最好怎麼用啊？最好後邊也是告訴你，哎，你應該去做什麼，這麼做好，所以你最好要這麼做。生病了，哎呀，不想動，頭疼。怎麼辦啊？我睡一覺吧，睡一覺說不定就好了。但是第二天還頭疼，第三天還是頭疼。這個時候啊，朋友就說了，
哎，別睡了，怎麼樣啊？起來吧，我們最好去醫院看看，看看你到底怎麼了。所以這個是應該去做的，是一個好的選擇。我們用最好。再看第二個，大家來中國有什麼感受啊？有沒有覺得中國的人特別多？哎，現在哎，比如說要春節了，你要去哪兒旅遊？你應該怎麼樣啊？呀，你最好呀要早點買票，是不是啊？要早點買票，為什麼？晚了沒有票了。中國人太多了，是不是啊？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最好的用法，最好早點買票。好，看完最好，告訴老師 C 選項讀什麼呢？已經說過了，是不是啊？溫度非常好。D 選項乾，乾是什麼意思啊？哎，沒有水，沒有水的時候就特別乾。逛，哎，非常好，哎，逛，逛是什麼意思啊？哎，去看一看，比如說去逛街、逛商場、逛公園，去走一走、看一看，這個叫逛。最後一個，厲害，很好，非常厲害，你們都認識他啊。比如說誰某某某，他 HSK 考了滿分，怎麼樣？他非常厲害。這個呢是我們的選項。下面我們就用第二個方法來看一看我們的題目應該怎麼做。還是給大家5秒鐘的時間，哎，你們看一看。一邊看，老師給你們讀一讀，怎麼樣呢？ A 說了啊，你這雙鞋在哪兒買的？看上去不錯，有個空啊，不錯。B 回答了，我也不知道，我愛人給我買的。所以你看上去什麼不錯？這道題目啊，做題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呀？對，你要知道他在說什麼，在說什麼？在說鞋，而且後邊又是不錯，是用來形容它的。所以我們找找看哪個名詞比較合適呢？溫度很不錯嗎？嘿，肯定不是啦。那我們說鞋呀，一定是說它的質量不錯，對不對呀？我們再來讀一讀這個句子，你這雙鞋在哪兒買的？看上去質量不錯，哎，是吧？說的是什麼啊？說的是鞋，說鞋的什麼好呢？質量好，哎，一看啊就能穿它個3-5年，是不是啊？這個就是質量不錯這樣一個用法。好，那我們現在呢來看一看名詞的第3個小方法是什麼呀？說到了名詞，我們又想到了哪個詞啊？想到了量詞，對不對？因為在漢語當中，名詞如果你要說有多少，要說這個那個，告訴別人是這個的時候，你一定需要什麼？一定需要量詞，記住了啊，要考，劃重點，一定要記住。那老師在這裡給大家總結了幾個比較重要的量詞，你們應該要掌握的量詞。我們一起來看一看。第一個，讀什麼呢？它讀條，非常好。條怎麼用？想一想，想一想，你平時說過一條什麼，這條什麼？非常好，哎，一定有同學想到了這個，是不是？一條毛巾，哎，除了毛巾還可以說什麼？冬天很冷，哎，圍一條項鏈。老師帶着一條，哦，錯了，冬天很冷，圍一條什麼啊？圍一條圍巾。哎呀，跟着老師跑了是不是？老師帶着什麼？帶着一條
项链，哎，非常好。想一想这些东西它有什麼共同點呢？對，非常好。它呀都是比較長、比較細長的東西，是不是啊？所以條在這裡我們說條 used for what? For long and slender things, right? 啊，對吧？所以呢，記住了，看到這樣的東西就想這個量詞，哪個量詞？條，非常好。我們再看第二個，把，很好，把一把什麼？哎，有人說可以說一把椅子，哎，那把椅子，教室裡有很多椅子，老師希望你去拿那把椅子，還有那把雨傘，哎，門口下雨了，有很多雨傘，老師的雨傘是那把雨傘，所以這個是把的用法。椅子、雨傘，再看看這個把，它左邊是什麼啊？提手旁，是不是？所以一定跟手有關，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都可以有一個東西呀？你可以用手抓着，有一個什麼 handle， 是不是啊？所以把 is used for things with handle。記住了，看到 things with handle， 你要想到哪個量詞？對，我們要想到把這個詞。看完了把，再看第三個。認識嗎？一定認識，對不對？節，非常好。這一節課是關於什麼的？這一節課是關於閱讀的，講什麼？講名詞和動詞。現在講的是什麼？現在講的是名詞。名詞前邊要用量詞，這個量詞是節，非常好。這節課，所以節用給什麼類型的名詞呢？ section， 對吧？ one section， 你可以用節，或者是 a period of class， 一節課，哎，非常好。這個是我們的第三個量詞啊，累不累？我們接着往下看，堅持哦。科，對，科，看到左邊你就可以猜得出來，它一定跟什麼有關啊？啊，對，跟一些樹木有關，一棵樹，對不對？科給用的是哪些名詞呢？ Used for plants, normally for trees， 經常是一些樹哦，一棵草，小的一些 plants 也可以用。那我們再接着看，剛剛說過了，是不是？先告訴我它讀什麼？讀篇，非常好，給我個例子吧。哎，一篇文章，這篇報道，哎，這篇報道，這也可以用篇。所以想文章、報道，哎，這種東西有什麼共同點呢？對，它是什麼呀？ Articles or essays， 對吧？所以一篇論文 essay 啊 thesis paper 也可以用它篇來做它的量詞。好，我們接着往下看。很簡單的一個詞，台。說到台，你想到了什麼？這是什麼？這是一台電視。哎，我有一台相機，這個是台，對不對？那台電腦，哎，每個人啊也不一定，但大部分人呢，他都有一台筆記本電腦，是吧？所以台一般給什麼樣的名詞用呢？對 ，used for machines， 一台機器，很好。好，我們接着來看一看這個詞，這個量詞它是場，什麼例子呢？一場比賽，哎，有的同學喜歡看體育節目，是不是？有很多場比賽，哎，非常精彩。這個是場，場用的是一些 activities， 对，非常棒。看最後一個，它讀什麼？哎，燙。所以平時你在說話的時候用過它嗎？哎，老師可是經常用啊。
這趟公交啊，我每天都坐這趟公交去上班。趟一般呢就可以用在一些，它用的是一个动词，它用的是 how many times， 对吧？而这个 times 呢，一般指的是 a trip， 公交有从开始始发站到终点，对不对？它会来回一趟、2趟、3趟、4趟，它会一直这麼來回走，所以我們說可以用趟來做它的量詞，也可以說這趟旅行，you have a trip， this trip blah blah blah， 這個時候你可以說這趟旅行我去了哪兒？去了天津，非常好，所以 trip 也可以用趟來做量詞。這個呢就是老師給大家總結的一些比較重要的量詞，接着劃重點哦。一定要掌握了，多聽一聽，多用一用，平時多用一用這些表達，讓它給你留下一些比較深刻的印象。考試的時候啊，一看到就知道要考什麼了。好，那下面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方法管用不管用，有用嗎？看一看，先看我們的選項。感謝，感謝，表達一下你非常感謝別人，你要謝謝別人，是不是？第二個，毛巾，毛巾剛剛說到了啊。第三個是什麼？溫度，是不是？溫度名詞，溫度高，溫度低。第四個，堵車，我最討厭堵車了，堵車啊，真的是讓人心情很不愉快，是不是？堵車 traffic jam。起來，你在這兒蹲着，老師說站起來，這是起來。最後，浪費，平時吃東西買東西，你需要你再去買，不要怎麼樣，不要浪費 ，don't waste it， OK？ 浪費是 waste 的意思。好，那我們再來看看，你看到這道題的時候，能不能很快的告訴老師答案是什麼？5秒鐘都用不了，就看前幾個字兒，3秒鐘夠不夠？答案出來了嗎？看到什麼啦？我們看到條，是不是？看到條，量詞後邊是什麼？名詞，什麼樣的東西用條呢？細的、長的，對不對？所以在我們的選項當中，一定是 B 選項，毛巾。老師都沒有看下邊他說了什麼，但你在考試的時候不要着急，做完了再看一眼，我們讀一讀。媽，幫我拿條毛巾，外面雨真大。媽媽說什麼了？又忘記帶傘了吧？頭髮都濕了。先把頭髮擦乾，別感冒了。非常好，所以答案怎麼樣啊？沒錯，一定是什麼？是毛巾。很好，老師在這兒想問一問，剛剛說到量詞，下面說到了忘記帶傘了，傘的量詞是什麼？很好，把用給什麼樣的名詞呢？things with handle， 非常棒啊！這個呢，就是我們量詞的用法。好，下邊呀，再來看一看，經常會出現的什麼動詞和名詞，其實就是 verb and object， 對吧？很多名詞都可以做 object。那我們看一看，平時的話，你還會用到哪些動詞和名詞在一起的組合呢？先看我們的選項 A， 嚴格。嚴格是什麼意思？這個老師說了，你必須每天學漢語，學多長時間呢？每天都要學5個小時啊，每天都這麼要求你，老師對你很嚴格，是不是啊？所以嚴格啊，它是一個形容詞，你可以說老師的要求很嚴格，做題不能出錯，這個真的是
太嚴格了。也可以說，老師如果給了你這樣的要求，也就是說怎麼樣，他對你很嚴格，對不對？所以也可以用對來搭配嚴格。再看第二個 B 選項，後悔，非常好，後悔。這個事情啊，你應該做，但是你沒有做，沒有做怎麼樣？哎，沒有做就有不好的後果，你現在很後悔，要是這麼做就好了，是不是啊？這個時候就是後悔。比如說啊，老師說，哎，你去參加 HSK 考試吧，你參加了考試，通過了，就可以去中國留學了，但是你忘記參加考試了，現在看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學，他們去考試了，哎，通過了，去中國了，你就很後悔，為什麼我沒有去參加考試呢？這個就是後悔。哎，再看 C 選項，直接，哎，非常好，直着就過去了。這個是直接，直接什麼意思啊？說這個人吶，說話很直接，有什麼他就說什麼。這個就是說我這麼想的，哎，我就這麼說了，直接告訴你了。這個就是直接的意思。重點。剛剛也說了，量詞是重點，的字後邊是名詞，這也是重點，非常重要的點就是重點，非常棒。最後一個什麼意？怎麼讀吧？先來看一看怎麼讀。對，提醒，提醒怎麼用？提醒是一個什麼？提醒是一個動詞，哎。它最重要的一個用法之一呢，就是提醒某個人要怎麼樣，明天要考試啊，你告訴同學，哎呀，我可能會緊張，可能會忘記帶東西，所以你呀一定要提醒我，提醒我幹什麼呢？提醒我帶護照 passport， 還要帶什麼？准考證。准考證也很重要啊 ，admission ticket， 沒有它你不能參加考試，是不是？所以這個就是提醒這個人要怎麼樣，兩個賓語。好，下面老師給大家5秒鐘，怎麼樣？還是看一看題目。哎，老師給你們讀一讀，你們一邊看一邊聽。經理，新的計劃我發您郵箱了，您看了嗎？ B 回答，內容太簡單，不夠詳細，缺少，然後哎，問題來了，讓你去填這個空，缺少什麼？缺少的是什麼？缺少是一個動詞，它後邊可以加一個名詞。那我們再來看一看這道題目，你只看缺少，答案出來了嗎？肯定沒有，是不是啊？你還需要多看2眼。前邊說什麼？內容太簡單，不夠詳細，是不是啊？很重要的東西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就發給我了，領導不開心了。你的內容啊，你缺少重點，很好，這是一個方法。你通過缺少後邊是名詞，可以想到在上邊要找一個名詞，對不對？你不能去缺少嚴格啊，嚴格是什麼呀？形容詞，是吧？那還有一個方法，我們之前說了，你還可以找什麼？找差不多的意思。前邊告訴你的內容簡單，不詳細，是不是？領導要看的重點你沒有告訴我，你說的太少了，我想要知道的你還沒告訴我，你就發給我了。這個就是說你還沒有告訴我最重要的東西。重點是不是？所以2個方法都可以幫助大家來做這個題目。好，我們接着往下走，看一看
這個是一些動詞和名詞的搭配，搭配就是小伙伴，哎，他們俩是好朋友，经常在一塊兒出现。看到這個動詞，你就能想到它後邊的名詞是，比如說寒假和暑假，經常老師最喜歡什麼呀？老師最喜歡放假，很羨慕你們，你們還是學生，有的可能工作了，但有的還很幸福，還是個學生。當學生比較幸福的是什麼？有假期，是不是啊？每年夏天要放暑假，冬天要放寒假，所以這個是放寒假和放暑假的搭配。第二個呢，夏天很熱，是吧？很热你就容易有汗，有汗我們說出汗，出汗。哎，還有出還可以搭配什麼？血，非常好。哎，這個希望不要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啊！出血就是哪個地方用刀，哎呀，不小心劃破了，流血了，也可以說出血了。好，第三個，發 to send， 什麼東西可以發出去呀？我們說發傳真，哎，很方便。現在發傳真，發郵件更方便，是不是啊？什麼時候你都能收到這個郵件，只要你有網，發郵件。還可以發什麼？很多人會發信息，哎，發微信，發信息。既然發出去了，你就一定會，另一個人就會怎麼樣？收到，是不是？發出去的都可以收到，所以發傳真也就可以收到傳真，發郵件可以收到郵件啊，發信息可以收到信息。你還會收到什麼？女孩子喜歡收什麼呀？喜歡收到禮物，哎，過節什麼的都希望收到男朋友或者好朋友送的禮物，所以禮物也可以和收到做好朋友。再看一看有後邊經常是什麼呢？有禮貌。嗨，每個人他都喜歡有禮貌的人，都喜歡和有禮貌的人做朋友。為什麼？舒服，哎，相處起來很舒服，是不是？有什麼還可以有信心。考試的時候方法是一個，技巧是一個，你知道多少是一個，還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信心，是不是？你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通過考試。老師希望你們都有信心通過考試。两個東西，哎，不一樣，是不是？左手右手不一樣，哎，有區別。兩個東西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可以說它們倆有區別。最後一個，有經驗，哎，我們都喜歡跟有經驗的人去學習，問一問他，哎。這個比如說 HSK 考試，有個人他已經考完6級了，都通過了，他就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學生，是不是啊？你可以跟他去學習怎麼做題，怎麼學中文，怎麼複習，這個就是有經驗。我們接着看，說到禮貌他還有一個好朋友，除了有禮貌，我們還希望別人怎麼樣希望尤其是小孩子，你要懂禮貌，哎，很好，記住了，還要懂禮貌。最後一個跟對在一起的名詞是什麼？老師說，哎，希望說了很多東西你多聽一聽，希望這些東西哎，对他的印象怎麼樣？比較深刻，哎，我們剛剛說了深刻，哎，你能刻在腦子裡，你記住了，希望這些東西對他的印象对老師今天講的東西的印象很深刻，這是一個用法。還有呢，就是看法，哎，你覺得這個課怎麼樣？你對他的看法怎麼樣？是好還是不好？老師什麼地方講得不清楚，哎，你有看法了，希望你告訴老師，這個
是另外一個搭配，希望大家可以記住。